这个小伙在背诵结婚宣言，他拿起大鸡溜子戴在一截枯枝上，你愿意做我妻子吗？谁知下一秒竟被枯枝一把抓住，紧接着就从土里钻出个穿婚纱的僵尸，阴恻恻地对他说 Yes I do， 然后就要带他去波波山强行波波。这个倒霉孩子叫小帅，父母虽然富甲一方，却是鱼贩子出身，为了挤进上流社会，他们特意给小帅说了一门亲。女孩子家是贵族，但家里的保险柜都挂了蜘蛛网，穷得叮当响。他们急需小帅家的财富脱贫攻坚，这就是典型的利益婚姻，只为各取所需。不过幸运的是，被包办婚姻的小帅和小美一见面就看对眼了，两人擦出了爱的火花。本期我给大家的毛豆是在键盘上打出2464，并在评论区勇敢地向他表白吧。可是在婚礼彩排时，小帅紧张地直掉链子，结婚宣言都忘词了，他只好一个人跑到树林里去练习。他对着枯枝说着结婚宣言，还把戒指戴在枯枝上，可下一秒风云变色，枯枝竟变成了爪子，抓住小帅就往地底拖。小帅拼命挣脱，爪子却连着一截手骨跟了上来，婚戒还明晃晃戴在上面。与此同时，一只性感的女僵尸从地底钻了出来，她撩起头纱，阴森地说我愿意。这不完蛋了吗？小帅撒腿就跑，可是却怎么都没逃出女僵尸的掌控，还要强行对小帅么么哒。再醒来时，小帅已经被带到了阴间，满眼都是骷髅头子、骨头架子，看到活人都异常的兴奋，特别是僵尸小爱还含情脉脉地展示了手上的婚戒，瞧这造型多可爱呀！原来小爱生前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后来爱上一个男爵，他英俊潇洒却是个穷光蛋，父亲不答应婚事，小爱就偷了珠宝和黄金打算私奔，谁知却被负心汉残忍杀掉，卷着财宝自己跑了。小爱死后就在埋骨地发誓，一定要等到真爱来为他解脱，否则我就不起来了。这不，终于等到那个王子小帅的意外出现，那一番轰轰烈烈的结婚宣言，再加上那大金溜子，瞬间让小爱以为遇到了真爱。小帅一听，哎妈，误会了。可是他在阴间想逃都不知道往哪里逃，这里到处都是骷髅，晃荡一下脑袋就会掉，挡路了还能分两半让个路，小帅都要吓死了。他爬上一处悬崖，却抓到一根腿骨，正是四处找他的小爱。他送了小帅结婚礼物，是他死了多年的小狗。狗狗虽然变成骷髅，可还是认得主人。小帅很感动，但毕竟人鬼殊途，上面还有未婚妻在等自己，他只好坐到小爱身边，心平气和地忽悠她，要是结婚，你总得见见我父母吧。小爱一听有道理，于是他请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施展术法，将他们带回了人间。小帅让小爱先在树林里等他，他自己却跑到了未婚妻小美家里，向她解释了自己消失的原因。还好小美没怪他，可是小爱很快就自己找来了。他挽起小帅的胳膊，告诉小美自己才是他的妻子，接着又将小帅带回了阴间。小爱很生气，指责他欺骗自己，还说小美是狐狸精勾引小帅。小帅只好解释说，其实你才是第三者，我想娶的人根本就不是你。小爱一听哭得很伤心，眼珠子都掉下来了。小帅有些于心不忍，其实小爱是个好姑娘，死得惨又不是她的错，他就陪她弹琴安慰小爱。正在这时，小帅家车夫突然身亡，也来到了阴间。他告诉小帅一个坏消息，原来小美跟所有人说小帅被僵尸抓走，却没人相信他。父母急需钱财，又将她嫁给一位男爵。小帅听小美嫁给了别人，一下子心灰意冷。正好他又听到小爱和老学者对话，原来要想和小帅结婚，只能让小帅喝下毒酒死掉，才能一直留在阴间。小爱听了颓然地坐下，他不忍心这么做，但小帅出现却说自己愿意喝下毒酒。他决定跟小爱结婚，以后好好陪伴她。他们即将去人间举办婚礼，所有小伙伴都忙碌了起来。他们组织了僵尸大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人间。鬼门大开，起初人们吓得四散奔逃，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些死人里面都是自己死去的亲人、爱人、朋友还有玩伴。两人的婚礼就这样受到了两个世界的祝福。小帅这次终于没有紧张，流利地说完了结婚宣言，举杯就要喝下毒酒，可小爱却阻止了他。他看到了躲在门口的小美，最终决定把小帅还给他，因为他不忍心让小帅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跟小美结婚的男爵却突然出现，他是来抢夺小美的，但小爱却一眼就认出这个男爵就是当初骗自己感情又杀掉自己的渣男。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小帅挺身而出，他一定要保护小美，还要为小爱报仇。两人开始决斗，
但小帅瘦得像竹竿一样，始终不是对手。最后一刀还是小爱替他挡下了，他从身体里拔出刀，让男爵滚出去，男爵却得意拿起了桌上的红酒，一饮而尽。他却不知那是小帅要喝的毒酒，没走几步就毒发身亡了。小帅和小美终于在一起了，小爱也得到解脱，放下了执念，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消失在夜空中。即使经历了最邪恶的背叛，死亡仍没有夺走他的善良和天真。就像影片中对比鲜明的两个世界，活人的世界黑暗且阴郁，死人的世界却更具有活力和色彩。我们生而为人，不管生活怎样对待，坦率一点才会更快乐，你说呢？